赖清德要输一次，他没有机会再请。他内心深处担心沈博阳那一套老公是纸老虎，所以他积极推进。但他自己也知道，那老公万一不是纸老虎，所以赖清德的思考里，他所看到的沈博阳是大国作战那一套，有所谓的前线跟后方继续工作、继续缴税。他真的觉得打仗飞弹都不会飞到城市旁边，台湾几平方公里啊？现在是鬼扯习惯了嘛？黑熊鸟傻钱多，人傻交钱，什么都不会。没有一件事对的，从头错到尾，办5年了啊，5年还没有一件事情对。9年以上替代役可以随时召集，青鸟集体崩溃，还上了新闻，要打仗了。放心啦，姑姑我是替代姑姑呀。现在替代役也要上战场做战斗工兵的工作。我不信。可是行政院已经公告了，台中187万人要纳入民防体系哦。卢秀燕，姑不信。马上收到召集单。一旦开战，港口、电塔、机场、桥梁、天然气管都是第一时间会被摧毁。台中市作为民防试点之用，刚好在台中的正中间，电、港、机场、天然气，因为国民党执政，就故意既针对台中，又实际上去操演。可是我们伟大的总统，他还在想继续缴税、继续战争，北七呢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蔡英文亲自贴脸书，跑去找苏贞昌伉俪爬山，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与苏院长结伴同行到更多的地方，看看这些年来一起改变的台湾。这句话暗示到不能再明显了，反赖的力量已经在集结了，他们在等一场赖清德的大败。赖清德如果2025年就直接输到底了，川普不会收留赖清德了，但赖清德一定会跑去美国嘛。今年就是倒赖的最好时机，民进党内部也在斗争嘛，斗争的可厉害了。赖清德在赌，他也知道民进党里面很多堵拦他，在美丽岛电子报陈水扁办公室前主任他说啊，赖清德做副总统，西江江做行政院长的时候，两人就有摩擦了。赖清德上台之后也换掉多位苏贞昌提拔的人，这里面恩怨是很深的了。现在就是要等赖清德吃了一次大败仗，自然而然党内就会把他 ban 掉。赖清德要输一次，他没有机会再起。老共因为赖17点的关系宣布军演嘛，这个确实是针对岛内的台独的问题的一个反应嘛。这是21号的解放军进入台海的作战图啊，这叫直升机，共舰是随时在这里啊，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。赖清德国防部不敢说话，连续2天，22号再1天，而且架次非常的多，直升机飞进来，直接给你整个包起来，完全不给你留空档。赖清德现在的问题，他很紧张，他压力很大，他一方面又觉得老公是纸老虎，但是一方面又怕说老公的钥匙不是纸老虎，他的心里是动摇的。所以赖清德现在他一直觉得，他内心深处当然相信沈博阳那一套老公是纸老虎，所以他积极推进。但他自己也知道，那老公万一不是纸老虎，都已经到你的毗连区旁边了，你还在装死啊？你赖清德要装死多久啊？我们讲的都是事实，我拿的每一个都是有资料了。我们赖清德今天也不演了。3月24号，大家已经传着圣霄呈上了，西装笔挺带着国防部长赖清德领军全社会韧性实地演练，将就地登场。推演复合式灾难情景。什么是复合式灾难情景？什么是全社会韧性？一步接一步，接一步接一步。国外人士说的哦，必要时支持军事活动，别让靠黑熊洗脑，继续工作，继续缴税。他真的觉得打仗飞弹都不会飞到城市旁边，台湾几平方公里啊？所以赖清德的思考里面，他所看到沈博阳那一套是大国作战那一套，有所谓的前线跟后方之别。俄乌战场为什么前线后方？乌克兰有60万平方公里，俄罗斯现在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已经是台湾的3.3倍大小。可是我们伟大的总统，他还在想继续缴税，继续战争。他北七呢？安平港游客服务中心不明原因发生爆炸，打仗港口当然要炸光光啊！打仗还不给你留，还给你留港口啊！情境 B 先发生，在情境 A 代表赖清德重视的战争，为什么不写恐怖攻击呢？动员演练灾防室、民防总队、关键设施警力替代役400人，还有500民众参演，总共900人。替代役暂时就是纳入民防总队、灾防室、民防总队，因为替代役在暂时要负责修缮关键基础设施啊！海啸军人个屁啊！海啸第一线的组织去处理，军人是辅助打下手的，哪里要排除障碍，军人去负责；哪里需要搬运，军人去负责。怎么会变军人来主导海啸呢？海啸是你军人主导的，海啸是消防局主导啊，谁给你军人主导啊？7月15要到台中进行城镇韧性演习，海线山区25万人要负责全员参演，还要把所有老百姓都纳入了。海线山
区作为试点，杀入清水、乌七关键基础设施。为什么要在你这3区推？一旦开战，港口、电塔、机场、桥梁、天然气管都是第一时间会被摧毁，替代役暂时归国防部管理，适用军法，这叫第一波打击目标啊！他就跟你讲很清楚了，他每一件事情其实他们在演练，只是他们不敢讲出来。台中182万人列民防团队恐适用军审，谁发现这个问题了？卢秀燕都告诉你了。当然，青鸟一定说卢秀燕会讲谎话。你确定我们台中180万民防团队都适用军审吗？整个城市作为所谓民防试点之用，台中市为什么台中市？因为台中市刚好在台中的正中间，电、港、机场、天然气，因为国民党执政，这故意既针对台中，又实际上去操演。卢市长认为台中市总计286万，代表你的民防团队高达182万，代表全市2/3人口都列入民防团队，届时征集或参训重点可能会被军事审判，要求国防部确认及检讨，要负责全民动员准备、战力综合协调、灾防3个汇报也要今日举行。所以台中市政府为什么知道？因为民进党要求台中市政府动起来，你要配合我的国策，你要在台中进行演练，所以强迫你啊，你卢秀燕要负责什么？台中市的城镇韧性演习，7月15号，你的综合安全战略的灾防、国防、治安、社会韧性，你要准备完全，所以台中市只能怎样配合办理。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反戒严公投案，大家知道这个公投案如果通过会有什么下场吗？这个公投案一旦通过了，以后台湾就算发生战争，也不能够宣布紧急命令。沈伯洋终于把他的真心话给讲出来了。台湾以后一旦发生战争，也不能够宣布紧急命令。沈伯洋在推进一个叫做准战争状态，所以准战争状态之下，可不可以宣布紧急命令？可不可以戒严？什么叫紧急命令？2个字，戒严。前2天当国民党开始推反戒严公投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要攻占立法院？目标不是反废死公投啦，反废死公投他们一点都不怕，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反戒严公投啊。中选会马上跳出来否决，都还没有通过，中选会主委李进勇直接说逻辑矛盾，通过也无效，真正的特务打手机关。那为什么他怕反戒严公投？有没有这个公投很重要啊？直接逼出了民进党的内裤社啊！民进党就是想戒严，所以原本我还对公投不看好，可是当李进勇出来说话的时候，当沈伯洋出来说话的时候，这4个字昭然若揭。本来觉得这个戒严公投如果绑定大罢免效果是有限的，所以我说那推就推呗，我也不会反对，但是我认为效果有限。可是当民进党反而在骂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不是把它绑定在罢免里面来骂，而是针对这个公投集体跳脚，又是黑熊又是李进勇的时候，那抱歉，刚好踢到民进党的锅炉子里，司马戒严之心终于跳出来了。所以不要为了绑罢免去推公投，反而这个公投有它很强的一个穿透性。如果你站在绑公投，你站在绑罢免的逻辑上，这个公投是效果很有限。但是如果你站在戳破民进党的假象的上面，这个公投是有效的。这是2个极端的差异啊！只会在那边喊一些543的真要拿硬实力的时候，就是在乱搞。重大外伤吃本拿藤，黑熊民防演练被打脸，不要乱教啊！黑熊又来乱了。黑熊学22日举办演练对民防课程模拟训练大量伤患的过程。第一个没有绿黄红黑减伤等级，移动伤患也错误，根本乱教。更好笑的是呢，他们已经办了第5届啦，这叫蓝雀行动第5届啊！大量伤患不是只有抬走包扎止血啊，预估受灾人数你要有相应的器材啊，还有第2次灾难可能性。而且什么灾难？如果是战争灾难，你在抬伤患的时候，炸弹不会再掉下来吗？那伤检安排动线待命区什么都没有，就在现场那边演戏，然后就在现场一堆民众指挥官，然后呢伤检卡在哪里绿黄红黑都没有看到，然后 start 减伤分类啊，一位伤患了1到2分钟就要伤检，有没有过敏也不知道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青鸟就鬼扯习惯了嘛。黑熊秒傻
钱多人傻交钱什么都不会，那没有一件事对的啦，从头错到尾，办5年了啦，5年还没有一件事情对的啊。淘宝没卖单价吗？抬昏迷的时候不用单价，照自己的观念来实施吗？他可能骨头都断了，你那么抬他干嘛？搞笑吗？重大伤者吃普拉腾有意义吗？1、2战的士兵，尤其2战的士兵，随身都配吗啡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太疼痛就一针吗啡扎下去。台湾几次重大灾情时，好像没有看他们出动过，反而人家慈济冲超快。就他们整天在黑慈济，战争那种痛肉痛，那吃补拉腾一点屁用都没有。补拉腾吃什么？牙痛、偏头痛。战争拿补拉腾给他吃哦。越战打完之后，为什么美国满地吸毒犯，然后美国的退伍军人都是毒虫嘛？因为打仗的时候疼痛指数都很高，被枪打到干嘛的？还有什么？还有精神创伤的，部队都会公发类鸦片式的毒品，现场做这个紧急处理。可是这种都是成瘾性极强的，所以一打完仗，吗啡、安非他命变成药物滥用的这个状况。我跟你讲啦，这些东西黑熊知道什么？不知道啦。八囧知不知道啦？别闹了吧，八嘎囧有什么知识啊？每次看他讲历史都快昏倒了，他妈差点吐血啊！对不对？你干脆发福茂热饮算了啊！你感冒了吗？来福茂热饮给你喝。9年以上替代役可以随时召集啊！青鸟集体崩溃啊，还上了新闻，要打仗了啊！放心啦，姑姑，我是替代姑姑役啊！现在替代役也要上战场做战斗工兵的工作，姑，我不信，姑。可是行政院已经公告了，相关条例也公布了，确实要上去，而且台中已经在试点了，台中187万人要纳入民防体系哦。卢秀燕，姑不信，马上收到召集单。